功夫運那絕望裏緊握你手，朋友。爸爸，你干嘛在唱廣東歌？你要記得，你現在是競選當議員，不是當廣東歌星啊。2016年我結婚，我發了請帖給了我一位好朋友，他就給了我一個很重大的 surprise。大家好，我是福策祥，我是人民行動黨的新人。今天讓你知道我的5件事。第一件事，阿公阿婆8年，阿媽阿母阿哥阿姐都能話給我，弄啲服飾店，老師講入尾代喊文小來搞這鬼訂酒佛。其實家裡一直以來，婆婆跟爸爸跟姑姑們都有說海南話。但是小時候其實我真的聽不懂，但是漸漸長大後呢，因為就是為了更好的跟婆婆溝通，所以逐漸的就學習了一點海南話。第二件推動力呢，其實是我上了小學之後，我是就讀萬慈小學，然後那時我記得很多同班的同學其實家庭背景可能是中文背景，所以他們每次到 canteen recess 的時候呢，大多數都是以中文溝通，而且討論的都是前晚搞笑行動的那些片段，頭髮有沒有亂啊之類的片段。所以我記得我那時就回到家跟我媽媽說，媽咪 I need to watch this Channel 8搞笑行動 because otherwise I can't talk to my friends。但是另外一個挺重要的轉折點就是我看了新加坡版李銘順跟范文芳的《神雕俠侶》之後呢，我就開始自己閱讀了，那就是金庸原著《神雕俠侶》。我看了那個原著後呢，我就非常着迷，一年內就把金庸14部原著都一遍的看完了。那個時候我其實真的有覺得說自己的中文能力呢真的是突飛猛進。第三巨大的推動力呢，就是我的小學老師。其實那個時候給了我很多機會，代表我們的班參與學校的講故事比賽、相聲比賽。你知道相聲必須給人家笑，人家不笑，你的相聲就是失敗了。所以那個時候當我講了相聲後呢，同學們有反應，同學們有笑，我就對自己的那個信心真的是提升了不少。所以這就是我學習中文的3大推動力。第三件事呢，就說我對這個香港的音樂、香港的電影的喜愛。其實我本身是非常喜歡張學友。2016年我結婚，我發了請帖給了我一位好朋友，他就給了我一個很重大的 surprise。他那時認識插班生裡的 Carrie， 那時候張學友在做巡迴演唱會，然後 Carrie 跟迪亞插班生是張學友的和音天使。我的這位朋友知道我非常喜歡張學友呢，就託了 Carrie 讓張學友在我的這個結婚請柬上簽了名祝福。所以這個就是我當時非常開心收到的一個禮物，我太太也是非常的興奮。張學友就說祝策祥麗姐永遠幸福開心，然後還以中文跟英文都簽了名字，所以這個是無價的一個結婚禮物。我的第4件事，我喜愛足球，但是跟很多人不一樣的是，可能我不是一個某某隊的一個最大的支持者，而我喜歡足球是一個足球運動員，他的名字叫做 Roberto Baggio， 中文應該是羅巴喬。為什麼喜歡這個足球員呢？因為1994年的世界盃，意大利隊其實那個時候其實頻頻都是落後，然後都是因為巴喬在後來追上的進球。可是到了決賽呢，他卻在最後一個點球失利了，當然是非常的失望。那是我看到的是一個，雖然說他用盡了所有的力量，把自己的國家帶到了決賽，雖然失敗了，但其實他還是受到整個意大利人的喜愛。從那時我就學到的是，如果你付出全力，你付出你的心，到時候最終大家會看到你的努力，大家會給你認同。第5件事就談談我的3個孩子。我有3個女兒，她們分別是3歲、6歲跟8歲。其實這期間我很多時候都在社區裡面，都不在家。可是呢，他們就是通過我的一些短視頻，繼續看看爸爸在做什麼。我大女兒呢，卻跟我說：爸爸，你幹嘛在唱廣東歌？
你要记得你现在是竞选当议员，不是当广东歌星啊。所以那个时候，哎呀，这个反应也非常非常的有趣。然后最近呢，每天晚上我回到家，如果他们还没有睡觉，他们就会跑过来念我前天在那个视频里说的一些东西，他们全部都背熟了，然后就非常高兴的在那边嗨，I'm 策翔。所以他们其实天天都在追看我的这些视频。我的视频呢，某程度上是让更大的新加坡人认识我，但是其实也是让我家人知道我天天都在做什么。